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1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36.47，收盘价是138.0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9.60，最低价是在136.3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2.3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36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上涨。那么上方呢是在139.6附近遇到的压力，然后之后股价一直是在高位震荡。那么在尾盘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下跌，然后收盘价在当日 K 线的中部留下了上影线。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增，那说明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更高的高点的时候呢，上方是有卖压的出现，或者说是叫有获利出场。那么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或者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那股价呢将会出现回档的走势。而回档目前的支撑就是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是在135附近，同时呢，也就是说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附近，我们指的是10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那是在135到136之间。那这个位置实际上是股价回档的一个支撑。好，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当中提到过，就是对于10月11日这根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那我们在预测次日的走势的时候说应该会有一个大幅的上涨或者补量的上攻。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它确实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有增量或者说是大幅的增量，但是对于之前的交易日仍然没有说爆出大的成交量，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补充呢，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 K 线信息的一个回顾。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136，在这个位置，或者说是在138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
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32附近，在这个位置。对，那实际呢，在10月14日收盘价是在138.07，股价呢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啊，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上方都是在139.5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出现了回撤。好，那么目前呢，我们还会看到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它的股价是站上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136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个水平线，我们先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移开。好，那么136被站上之后，我们先来看上方的目标。好，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将是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最高，也就是在141附近。那目前要到达141之前啊，在10月14日当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39.6这个位置将是压力。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啊不变，仍然是在115这个位置。好，我们把图放大。那么股价现在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到10月14日是从10月2日开始这根 K 线起涨，那么只是在10月9日和10月10日出现了一个回档，那么这是这一波股价上涨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所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115。那在到达115之前啊，我们说各条均线值将是支撑。那目前的一个关键标志位就是10月14日当日出现这根上涨突破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36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将是重要的标志，一旦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我们说跌破这个位置，实际上也就跌破了10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那么这个重要标志位被跌破之后，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回档的走势。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看20日均线值。那么20日均线值再被跌破，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115。好，这是股价在到达115之前的两个重要标志，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好，115被跌破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113，第三个就是101。好，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位置。好，那么我们再来看10月1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134附近。那么在10月14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10月15日在盘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就是这根新生成 K 线的最低是在136附近我们来上移这条水平线。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股价出现这样一根突破上涨的 K 线，
成交量呢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增，但是呢上方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所以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从 K 线信息解读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那么回档，如果这根 K 线的最低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沿着这个走势上行。那否则呢，股价会去测试5日均线值。所以在10月1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36.3这个位置，我们精准一些用对。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10月1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123.75这个位置，对，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之前给的也就是不是获利，我们指的是停利的位置是在132。那么到了10月14日，股价收盘价是在138.07，那么并没有跌破我们停利的位置，所以这个仓位是目前还是在继续持有的。好，那么到了10月14日收盘价在138.07这个位置，我们要继续加仓，因为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并且股价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那么我们给出的加仓的建议是小幅加仓5%，对，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留下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上影线啊，股价很有可能会回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位呢，我们来进行小幅的加仓来保住我们的利润。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的话，好，那5%加仓之后，那么这个仓位我们将会一共有25%的仓位，那成本价呢是到达了126.6这个位置，好，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到了10月15日，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我们是依然守5日均线值，我们由132提升到135，也就是我们守135，也就是次日股价如果跌破了135呢，那么我们可以停利出场。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获利出场，现在出场就叫获利出场。好，那么这个仓位的止损位呢，我们继续给出是守20日均线值，在10月15日到达了124。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当然，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进场，一直没有建仓，那么在10月15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可以是5%进场，然后呢，止损位要守5日均线值，守135。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啊，目前我们会看到它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一直到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最高，也就是141。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看到是从138，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一直到141这个区域啊，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我们会看到留下这样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多头力量推动，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对，好，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要守的位置是138到141。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因为跌破5日均线值才有可能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135到136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然后还有一个目标就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31附近，那这根 K 线我们也会看到，它也是一根这个回档后再上涨的一个 K 线，所以它的最低也是
空头的目标，同时也是多头的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呢，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好，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来看是前高，也就是139.6，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141。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35到136之间，是在这个区域，正好也是这个缺口。第二个支撑是131到130，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呢，我们给出的是129.5，是10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因为这根 K 线它也是一个上涨突破的 K 线，它的最低也将会成为一个支撑。那么第四个支撑呢，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25附近，是在这个区域。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行。如果是继续上行呢，那么我们把图缩小来看，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7，是到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4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9附近，在这个位置。对，也就是我们预测这个上涨呢，收盘价不超过前一日 K 线最高。但是呢，同样的走势，如果股价最高到达了142，那么收盘价到达142.5，收盘价会收在142附近。对，也就是我们刚刚多次提到的，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实体长绿 K 线，也就是抱有大量的实体长绿 K 线，而去冲破英伟达股价的历史的最高，对，然后出现新高。好，那么出现这样大幅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38，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35，也就是5日均线值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5.5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3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